老公为了小三，将怀孕的我推倒在地。流产后，我立下毒誓，一定要老公失去挚爱。朋友嘲笑我，都这样了，还想着弄小三。我要是你，非得把那狗男人剁成渣子。我笑，你以为那件男人的挚爱是他的小情人？后来，我拿下渣男的公司和财产，渣男痛哭流涕，他无比悔恨，想和我重修旧好，却死在追妻路上，将最后的零星遗产也留给我。望着彼时目瞪口呆的朋友，我高举酒杯，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你看，男人只有挂在墙上才老实。我和傅庭深在一起，是通过相亲认识的，家境相当，条件相配。不过1年，我们就领证结婚了。结婚之后，我们也是有过一段幸福时光的。直到傅庭深的小学妹进了他的公司，给他当起了小秘。彼时我刚怀孕，一个名叫耿娇娇的女人私自加了我的微信，几乎是看到那个名字开始，我的心里就充满了警惕。这女人我知道，傅庭深的私人秘书，也是他的小三。我和傅庭深的婚姻持续了3年，其中2年半，他的身边都有不同的女人。是的，我所谓的那些幸福时光，不过持续了半年，之后就是无休止的背叛。但我并不打算和傅庭深闹，因为我们为了利益结合，离开自然也要考虑利益的纠纷。所幸之前的那些小三小四，从来没有一个敢跳到我的眼皮子底下闹，只有这个耿娇娇心比天高，还没有打听我的身份，就直接逼起了宫。愤怒吗？当然愤怒。于是我打算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和傅庭深好好谈谈。不到必要的时候，我真不想撕下他的遮羞布。可是耿娇娇在微信里骂得太脏了，连带着让我的心也脏了。我必须得把脏话骂出去，这样我的心才能干净。可当我挺着大肚子拦在傅庭深的面前时，他却因为接到了耿娇娇的电话，一时情急将我推开。他急着赴约，压根没注意到地上的我已经开始见红。别忘了，我们只是契约结婚，要不是当时的他出国了，和我结婚的才轮不到你。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计较无非就是想和他争宠。沈林，实在寂寞就去找根棍子，要么你也可以出轨，我没意见。他冷漠地说，换鞋就要出门。我已经格外虚弱，面对孩子，我也只能暂时放下我的尊严和傲气，将近卑微地祈求他，我流血了，孩子，我们的孩子，别走。傅庭深依旧连头都没有回。别装了，一天喊800遍肚子疼，你不累我都替你嫌累。接着他摔门而出，只剩我一个靠着桌子角痛苦呻吟，用尽最后的力气。我摸到了手机，给朋友安安打了电话。再次醒来的时候，我的孩子已经没了。摸着平坦的小腹，2行泪水瞬间脸颊滑落进枕头。安安站在一边，也难过的直掉眼泪。天杀的傅庭深，他还是个人吗？到现在电话都打不通。我冷冷一笑，不用打了，就是他推的我。现在他估计在和小三潇洒快活吧。安安一听，顿时不干了，愤怒的脸颊通红，巴不得现在就去拿刀砍了傅庭深。我还没来得及拦他，床头的手机就响起了短信的声音。抢先一步，安安拿过了手机看，耿娇娇，沈林，你猜你老公现在干嘛呢？他和我在一起，说要努力让我也怀孕呢。耿娇娇，庭深哥好爱我，说如果我也怀孕了，傅家的一切就留给我儿子呢。看看你，辛辛苦苦经营了几年，不过也是为我做了嫁衣。嘻嘻，将短信内容念出来，
安安愤恨地砸了手机。我不是姐妹，安安，这个狗日的贱人！当小三还当出优越感了，你等着宝贝，老娘替你出头！渣男贱女一个都别想活！看不下去，他发疯，我拦住了他，不用你出手，我忍了傅庭深2年多，现在孩子没了，我也没有什么顾忌了，总要让他付出代价，给我的孩子赔罪。安安问：你打算怎么做？当然是让傅庭深失去人生的挚爱。安安闻言沉默无语，他嘲笑我，都这样了，还只想着弄小三。我要是你，非得连着把那狗男人也剁成渣子。我却笑，你以为那件男人的挚爱是他的小情人？出院之后，傅庭深这才想起我一般，给我发了信息。我看到了家里的血。琳琳，你怎么了？别吓我。平安的话赶紧回家，我在家里等你。看到短信的时候，我简直白眼要翻到天上去，一边假装关心，一边泰然自若装大爷。幸亏我早对他死心了，不然真的要被气笑。赶在回家前，我率先约了周毅见面。周毅是傅庭深公司的2把手，作为陪着傅庭深白手起家的好兄弟，傅庭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也亦然。只不过和傅庭深不同的是，傅庭深如果是个花架子，那么周毅就是那个有真本事的。他曾不止一次偷偷撬过傅庭深的墙角，想要让我和傅庭深离婚，转入他的怀抱，并不是因为这人有多爱我，只是因为我的身份不一般。比起傅庭深，我对他而言更有利用的价值。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周毅的真实身份，一直都是对他敬而远之。这次确实不得不与虎谋皮了。周毅是个聪明人，只是见了一面就知道我的心思。看来傅庭深在他眼里也不是什么值得珍惜的兄弟。只是听到我的条件，周毅就立马拍板钉钉站到了我的这边。而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架空傅庭深，毁掉傅庭深最近势必拿下的那个项目进程。除此之外，我还格外积极地去搜集傅庭深这些年的出轨证据。临近家门的时候，还在和安安发消息，帮我查一下这个耿娇娇，我要她的全部资料，最好能挖出什么黑料，之后请你吃饭。安安高高兴兴应了。作为职业的侦探，他可有的是力气和手段。回到家，看到我之后，沙发上的傅庭深就立马站了起来。那样自傲自负的男人，第一次露出愧疚和心疼的情绪。他想过来拉我的手，却被我避开。傅庭深瞬间不满，但还是耐着性子跟我道歉：“抱歉，琳琳，我真的不知道。”我以为打断了他的话，我直接冷笑出声：“孩子没了，你不该开心吗？不如现在就离婚，你好和你的小情人正大光明在一起。”我这话说出来，当然是为了刺激他的。傅庭深现在需要我家的助力，哪里肯离婚？于是他直接变了脸色，又恢复了那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沈林，你别太无理取闹了。娇娇只是一个秘书而已，我们之前有些交情，这才格外照顾她。但我永远是你的丈夫啊，我只会爱你，你不清楚吗？”听着他的胡言乱语，我简直要吐。于是也不废话，冷笑一声，直接打开手机之前的备份播放录音，使得傅庭深的声音传遍整个客厅。别忘了，我们只是契约结婚，要不是当时的他出国了，和我结婚的才轮不到你。傅庭深脸色瞬间变得苍白，约莫是担心我把这话发给爸爸。他深吸一口气，开始解释，语气又软了下来：“你也知道，当时都是气话，怎么能当真呢？”我无所谓，晃着腿又点了一遍播放录音。别忘了，我们只是契约结婚，要不是当时的他出国了，
和我结婚的才轮不到你。傅庭深彻底破防。沈林，我都道歉，你还要怎样？看看你这个态度，像是要好好经营我们婚姻的样子吗？听到他这话，我直接将本就有裂纹的手机狠狠拍到了他的脸上。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孩子是被你害死的，要不是你推我，孩子不会没有。我现在没发疯，砍了你和你的小情人都算好的了。傅庭深这才偃旗息鼓，最后只能梗着脖子结结巴巴吐出一句：“简直不可理喻。”他摔门离开后，周毅给我打电话汇报了公司现在的进度。完事之后还笑着调侃：“不是要好好处理，这就激动上了，不怕傅庭深现在就跟你离婚？”我摇头，情绪稳定了下来。他不敢。现在傅氏正是关键时期，就算我接针捅了他一刀，明他也会为了公司老老实实回到我身边。那个小三儿怎么办？傅庭深跟你吵完架，肯定急着投入温柔乡了。不会，我们的孩子因谁而死，他清楚得很。但傅庭深自大，肯定不会在自己的身上找问题，而是全都怪罪在耿娇娇的身上。现在就算去看他，也是去发火去了。坐回沙发上，我一边思考，一边给傅庭深编辑短信，还不忘点周毅2句：男人嘛，玩起来就跟玩狗一样。只是我从前不屑，现在我倒要看看那个耿娇娇和我比起来，谁更心机。周毅兴许不爱听那话，觉得我骂了傅庭深，也把他骂了进去。悻悻挂断了电话，同时我一键发送短信给负气离开的傅庭深：我抱歉，刚刚正在气头上对你说了狠话。你也知道我刚失去了孩子，老公别生气了，我一个人在家里害怕。果然，我给了傅庭深台阶下。聪明的人都会把握机会。不出3秒，傅庭深回复：傅庭深，老公这就回来没归？我神经兮兮的，没个屁的归，也不嫌油腻，但手下的打字速度不减。我还想吃城东的馄饨，那老板应该还没关门。老公可以给我带一份回来吗？可怜巴巴。果不其然，傅庭深那种大男子主义的就吃这一套，立马答应了。本来没想气耿娇娇的，可那贱人非在这时给我发了挑衅的信息，一张穿着性感骚包睡衣的自拍照，精致到了头发丝，脸上的妆容都是亮晶晶的，知道的是高光亮片，不知道的还以为蒙了一层猪油。耿娇娇，刚刚庭深哥说要来看我，我猜这么晚了，应该又是你这个黄脸婆没留住吧？看着信息，我冷笑一声，反手将刚刚和傅庭深的聊天记录发给了耿娇娇。我不好意思，那可能傅庭深要反悔了，他现在急着给我买馄饨，他应该给你发消息让你别等他了吧？辛苦你大晚上爬起来化妆了，去卸了吧，毕竟真的很丑。傅庭深回来，满头大汗，将打包好的小馄饨装进碗里递给我，快吃吧，还烫着呢。为了你，老公可是跑了大半个城市啊！我却兴致缺缺将碗推开了，不吃了，困了。傅庭深的表情立马变了。沈林，你玩我？我不说话，回到房间，爬上了床。半夜，身侧的床塌陷一块，傅庭深竟然还没走。他从后躺着，贴着我的后背，将手伸过来，贴着我的腰。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孩子我们以后还会有的。重要的是，我会一直陪着你。越说他的动作越大，被子下的手撩起了我的睡裙衣摆，径直摸了进去。下一秒，男人闷哼的声音响起。我坐起身，打开灯，冷冷看着他。沈林，你疯了？谋杀亲夫啊你！看着他1.8米几的大高个儿缩在床下捂着荡，我竟觉得还有些好笑。抱歉，
我反应太大了，我只是没说太多，我就掩面哭了起来。男人就算不喜欢一个女人，也会对她的眼泪束手无策，更何况我是傅庭深的老婆。看着想来强势的我哭的那般梨花带雨，傅庭深的心都化了。于是他一边还捂着裆，一边爬上床，就急切地安慰我：好了好了，是老公的不对，你才恢复身体呢，是我太急了，今晚不做了，老公抱着睡好不好？第二天我就拍了一张傅庭深在床上呼呼大睡的照片给耿娇娇发了过去。你别说，犯贱是挺爽，我已经开始脑补那边耿娇娇歇斯底里的丑态了。然而这边刚赢了耿娇娇，那边的傅庭深又开始蹬鼻子上脸。傅氏本来没有能力吞下那个西郊的项目，奈何那个地界寸土寸金，谁要是拿到了项目，飞黄腾达绝对不是梦。但傅氏的流动资金没有那么多，想来想去，看着我给了他几天好脸，傅庭深就自然而然地把手伸进了我的兜。他要求我去借爸爸的钱用来资助傅氏，那不是个小数目。想来傅庭深张口问我要的时候，就没有想过要还。要是以前，我或许会为他努力一把，毕竟都是一家人。但现在我可是钮祜禄沈林，给钱当然没问题，但是你得走账，以借的形式拿。至于走傅氏还是你个人的账，都随便。傅庭深一听就愣了，万万没想到我会说出这种话。你竟然及时堵住他的嘴。我朝他嫣然一笑，配着几分为难和认真。老公，不是老婆不疼你，你想啊，自从我流产之后，爸爸就不待见你了，更何况他也生我的气。我现在只能说动他的就是帮你们傅氏，但这钱不能是送的呀，不然你让我爸怎么跟我家那边的亲戚股东交代？你信我，也就走个形式，到时候能交差就行。有我呢，我爸不会催你要。傅庭深这才放心，老老实实走了账，打了欠条。看着傅庭深开心的样子，我也挺开心。现在坑挖好了，就差把傅庭深推下去了。送走傅庭深，我就见了周易。为了确保我的计划能够完美实施，我必须谨慎再谨慎。那个项目你确定万无一失？周易挑眉，这是自然。你老公这么久忙着和小秘书调情，把公司的大半权力都放给我了。虽然他看中那个项目，天天命根子命根子的叫，但我真要做了手脚，他那朽木脑袋也看不出来。闻言我才放心，周易是条难以掌握的狼，我只能拿出足够的诚意和重千金的条件，才能让他乖乖为我所用。事成之后，我会帮你重回周家，我们合作愉快。周易得到了我的承诺，也松了口气似的，回握住了我的手。合作愉快，正如周易说的，傅庭深自从解决了资金问题，整个人神清气爽，连巴结我也懒得做了，成天泡在耿娇娇的温柔乡里，使得耿娇娇也更猖狂了。隔三差五就是各种的秀恩爱挑衅，我都看得乏味。想到要收集证据，我转了转眼珠，又回复了一句：小三姐日子也是过得风生水起了，有和我老公的床照吗？让咱们看看你有多幸福，狠狠羡慕一把。耿娇娇也是个二货脑袋，瞬间就上了钩，秒回了一张和傅庭深在床上的照片，那叫一个活色正香。只可惜下一秒又被他火速撤回了。傻逼，我早保存了，哈哈哈！毕竟守活寡了这么久，没人比我手速快。我这边正沾沾自得，安安就给我打来了电话。我真的操了，琳琳，你知道傅庭深那个狗逼把小三葬在哪里吗？我挑眉，
他妈的把耿娇娇藏在你名下的一套房子里，还真是聪明啊！知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怎么样，要去抓奸吗？直接把他赶出来，扒光了衣服丢在大街上示众。怎么样？我无语。那样做有什么好处？安安沉默了片刻，理直气壮道：没什么好处，但是爽。我点头。但我有个更爽的。当天下午，我就带着安安和一个搬家队去了那套房子。傅庭深确实聪明，用我的房子藏他的人，料想我也不可能想到这一点，可却没想到，如果东窗事发，他这个所谓的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带着安安过去时，耿娇娇不在家，可惜了。本来应该还有一段武打戏的。安安见我的钥匙打不开门锁，简直要被气笑。小东西还怪谨慎的，把锁换了。我也冷嗤一声，无所谓，我会破门而入。开锁师傅效率很高，临了还不走，要留下帮忙。于是我一声令下，搬家师傅看着我，所有吗？我说，对，这里所有东西都是花我钱买的，一根毛儿都别给小三儿留下。听到了小三这个词儿，搬家师傅们明显激动了起来，他们大干特干，巴不得把客厅的吊灯也卸了。我看着不到1小时就被搬的只剩承重墙的房子，懊恼道：要是墙纸也能撕掉就好了。将耿娇娇的小窝掏空之后，我转手就将房子挂给了中介，并热心地请各位师傅好好的吃了一顿。有个师傅的朋友就住在这个小区，我就请他将今天的事到处传播，生怕别人不知道耿娇娇是个小三，还住着男人原配的房子嘚瑟。刚回到家，我就接到了警察的电话：沈小姐吗？耿娇娇来这里报案说你入室盗窃，请过来一趟，配合我们的调查。挂了电话之后，我还特意将房本翻了出来。我说什么来着？耿娇娇从来都没有脑子，她压根儿没想过闹到警察面前吃苦的是我还是她。于是当我来到警察局，将房本递给警察的时候，警察们沉默了。耿娇娇还在一边张狂大喊：快抓他呀！你们把他抓住！监控都在，有证据的，就是他入室盗窃。警察忍无可忍，将我的房本举起来，就差直接拍在他的脸上了。耿娇娇小姐，你之前说这个房子是你的。耿娇娇突然心虚，是庭深哥的，他让我住，还说以后就是我的家了，有什么问题吗？警察揉着山根，这个房子在沈小姐的名下，和傅庭深没有一点关系，他进他的房子搬家具都是完全合法的。另外，您和傅庭深又是什么关系？耿娇娇突然像只被拔了毛的母鸡，站在原地，除了咯咯乱叫，没有一点威胁力。我站在一边表演 B-box， 拼尽全力忍住笑意，可还是没能忍住，笑声从我的指缝里传了出来，发出了结结结的怪声。警察都受不了，耿娇娇更是破大防，也不顾自己是不是占理，就朝我走过来，扬起手就要抽我巴掌。我没打算躲，这一巴掌落下来，我能讹死他。可关键时刻，傅庭深这个大傻叉威风凛凛地走了进来，在那巴掌快落到我的脸上时，他伸出手死死扣住了耿娇娇的手腕，还嫌不够丢人。出了警局，傅庭深几乎是忍无可忍地抽了耿娇娇一巴掌。我有没有警告过你，怎么做都可以，但这段时间不要舞到我老婆面前。你把我说过的话当放屁吗？耿娇娇捂着脸蛋，一脸委屈，就那还爱傅庭深爱得要死，小手委屈巴巴指向我，明明是他跑到了我们的家里，把所有东西都搬走了，跟强盗一样。
他是要把我逼死啊！庭深哥，你不替我做主，怎么反倒维护这个黄脸婆？他话一说完，又是一巴掌落在他的脸上。这次是我打的。傅庭深拉开我，蹙眉很是不悦，但到底理亏的他没说什么，从头到尾只教育我说联姻的利害关系。我没听，转身上了路边小奶狗的车。在看到驾驶坐着一个帅得惊天地泣鬼神的年轻男人之后，年老色衰的傅庭深瞬间破大防。他一直追着我们的车跑，无能狂怒的样子相当喜庆。他是谁？他是谁？看着后视镜中的傅庭深，都给我整笑了。谁？当然是我找的小白脸了。傻逼，总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能百姓点灯吧？后来我就再没回过别墅，但谁都不知道，我早就给别墅安了监控，就等着之后的发展如我所想一般。约莫是和我赌气不回家的日子里，耿娇娇果不其然被傅庭深接到了家里。他们在家里厮混，从客厅滚到阳台，日本小电影解锁的场景都没他们多。我看着视频，冒着长针眼的风险，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含泪保存。再见傅庭深的时候，他的眼里骤然亮起一抹光，像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公鸡，还幻想着我来向他低头认错。可当我面无表情甩出那份离婚协议书的时候，傅庭深的脸色又变了，比那锅底还黑。既然在一起只会是一地鸡毛，那我们就不要继续了，反正你见我烦，我看你也恶心。傅庭深突然发疯一般扣住我的手腕，掐得我生疼也不放手。我就知道，沈林，你是不是为了那天的野男人要和我离婚？他妈的算什么东西，也配跟我抢女人？你想好，跟我离婚是你一辈子的损失，以后我再也不会原谅你。就算你跪在我的面前求我，我也不会原谅你。猛地甩开傅庭深的手，我狠狠地推了他一把。这傻逼还以为过错方是我呢，少说这些没用的，把离婚协议书签了，我们离婚。这是在傅庭深的公司，我们彼此都不想闹得歇斯底里，只能面对面尽可能的怒视对方，看看谁会更早妥协。最终傅庭深因为那可怜的自尊心被气得冷笑不止，他拿出钢笔指着我笑，好好好，你别后悔，等我那个项目把钱赚回来了，一定会让你跪下来求我。他不说这个我还没想到，于是击落他的手。对了，到时候别忘记还我钱，你借过我们项目启动资金的。傅庭深瞪大了眼睛，你不是说不要？我也瞪大了眼睛，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我真操了，你要不要脸？你都多次出轨了大哥，还想白嫖我家的钱，被我骂得无地自容，尤其是当着自己助理的面。傅庭深干脆利落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行，沈林，你好样的，还，肯定还。你等我项目到手，到时候老子还不稀罕你那几个子儿呢。好，说还就还，谁不还谁孙子。明天就去民政局，可民政局还是没去成，项目出现问题，投进去的钱不见分毫，还反噬了傅氏的大臂江山。据说傅庭深听说的时候，还趴在耿娇娇身上耕耘，听到这个噩耗就被吓软了，直接从床上滚了下去。这个谣言我相信，因为就是我散布出去的，毕竟我这边有监控，那是有图有真相啊，老铁们。傅庭深怒气冲冲去找项目负责人周毅的时候，周毅已经功成身退跑路了。我兑现承诺，让他摆脱了私生子的身份，正大光明回了周家，就是可怜了我的爸爸，
一把年纪还得含泪吃下那个被傅庭深打点好一切的大项目，那叫一个连吃带拿，坐享其成。傅庭深气疯了，来找我，却发现全网都疯了。我将他出轨的证据放到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傅氏本就岌岌可危，现在更是变成了江青大厦。傅庭深自顾不暇，哪还再有空来找我？但他没空，不代表耿娇娇没空。那在网上又蹦又跳的，呼诉是我害他。可惜聪明的网友不买账，光是骂他的话都新颖的可以再撰写一本词典，可怜又可笑。耿娇娇又来找我，刚上的咖啡就被他捏在手里，想要泼到我的脸上，我还笑着把脸往他手上送。泼呗，我可告诉你，对面就有狗仔，你今儿把咖啡泼到我的脸上，明天我就让你身败名裂，顺便让你的庭深哥哥再抽你几个大嘴巴子。耿娇娇只能一脸菜色地放下咖啡，她警告我，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背地里坑自己的丈夫，你真是无情无义。事情到了这步，我还就告诉你，庭深哥只喜欢我。既然都闹成了这样，你最好给我乖乖离婚，不然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刚进社会的耿娇娇什么都不明白，自诩真爱无敌，站在一个连正常三观都立不住的地方，高高在上指责我。我看拖2天头发就老实了，举起面前的咖啡，我喝了一口，剩下尽数泼到了耿娇娇的脸上。你以为他爱你？小娇娇啊，你还是太傻太天真了。他有钱的时候，你的存在是享受，是他贫瘠犯贱生活里的一剂调味。他现在没钱了，估计都巴不得把你掰成8瓣儿卖了凑钱花。别太傻了，自诩什么真爱？你以为你是谁呀？丘比特呀？别太好笑了，老铁。离开的时候，我朝他笑得温柔。别看了，外面没狗仔，我骗你的，你也信。走出咖啡厅，一身狼狈的耿娇娇还跟在我身后吼叫：你给我等着，庭深一定会杀回来，东山再起的。到时候他的身边只会有我一个傅夫人。上了安安的车，我朝安安吐槽，真是傻了，竟然把自己的后半生寄托在一个出轨的男人身上。安安闻言也撇了撇嘴，那你打算怎么做？我拿起手机熟忍的报警，让他尝尝记性喽。第2天，耿娇娇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我将他在我家偷我首饰、衣服和包包的视频交给了警察，形成入室盗窃。刚好傅庭深最近又反悔了，死都不愿意离婚，还撕毁了离婚协议书，我只能2个一起告了。耿娇娇住在别墅的那几天，天天从我的衣柜里偷名牌衣服、名牌包包，还将我的首饰挂在身上显摆。最后那些东西都不翼而飞，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他拿去干嘛了。可惜呀，他躲过了我的眼睛，躲过了傅庭深的眼睛，就是没有躲过我的摄像头。那些东西加起来几百万都有，数额巨大，能直接把他送进监狱。我们也完成了胜诉，耿娇娇被勒令偿还。可现在的他哪还有钱？直接当庭就给傅庭深跪下了，求傅庭深捞他。令我们谁都没想到的是，傅庭深竟反手一巴掌就送他去坐牢。耿娇娇被拖走时绝望的深情和对我的怨恨还牢牢在目，但我还是想骂一句神经病。恨我干什么？恨傅庭深啊！连自己的灾难是被谁带来的都不清楚，也活该下场凄凉。最后和傅庭深的离婚官司也成功胜诉。刚走出法院，傅庭深就跟了上来。傅家现在已经快到台，如果没有人能帮一把，就只能走破产这一条路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傅庭深放下尊严求我不要那么绝情。
可被拒绝后，他又放起了狠话，扬言要让我走着瞧。走着走着，我还没怎么着呢，傅家就彻底破产了。傅庭深又被我爸搞上了法庭，因为欠我们家的钱也该还了，还不起，那就只能进去和耿娇娇再续前缘。可没想到傅庭深还有后手，他的妈妈回国，不知道从哪儿求来2000万，交给了傅庭深，帮助他还钱和东山再起。傅庭深突然又觉得自己行了。我早就说过，这老小子的挚爱是钱。耿娇娇那大傻丫头还不信，现在估计在监狱里头都柯子了。傅妈妈又来找我，跟精分一样，人格分裂，一会斥责我不懂事，不配为人妻，一会儿又帮自己的儿子求情，希望我能回头复婚。说什么傅氏不能失去沈家，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我冷冷一笑，可是对于沈家而言，失去了傅氏和傅庭深，就像地球失去了日本和韩国。傅妈妈问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普天同庆啊！傻，翻了一个白眼。我潇洒离场。万万没想到，傅妈妈放弃了我，傅庭深却没有。他那2000万，除了还债，根本没剩多少，还说要开公司重建辉煌呢。开个路边的小吃店都费劲。于是曾以为我爱他入骨的傅庭深，再度把主意打到了我身上。厚礼谢兄弟们，他至今还以为我踹了他，把他整这么惨，是为了报复他，因为我的心被他伤透了。另类的男人，另类的恋爱脑，我绷不住了。直到受邀来到咖啡厅，坐在傅庭深的对面，我还是忍不住嗤笑。他却有备而来，拿出提前写好的遗嘱，上面写：傅庭深先生死后，所有遗产归挚爱沈林所有。我无语了，家人们，真的，这是琳琳，我知道你被我伤透了心，但这次我是抱着100%的诚意来的。看我面无表情，傅庭深又哀求：你不能把我一棍子打死，你得给我个机会啊！我现在除了自己的钱，加上我妈妈的资助，一起还有1800万。你要是不信我，这些钱都给你。我最终还是没忍住翻了个白眼。不是我说，你要真想给，就不用立这个遗嘱，你直接把钱给我不行吗？那怎么？为了要你那俩3瓜2枣，我还得等你死了？傅庭深脸青一阵白一阵，质问我：你不觉得把你写进遗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吗？我沉默了片刻，我拿起包就走。那傻子还在我身后大喊：我不会放弃的，这个遗嘱永久有效，琳琳，我一定会把你追回来的，一定会用我的诚意打动你的。妈的，借一个临时起意的遗嘱，就想换回我的真心，让我心甘情愿拿出自己的所有资源扶持他重新东山再起。傻逼才会信，傅庭深这样极端自私、爱钱如命的人，一定会在利用完我之后就将我踹开，转而毁掉那份遗嘱，让我自生自灭。人这一辈子可以愚蠢一次，但不能任由脑子进水。解决了一切之后，因为过于反感一天到晚出现在我身边，像只蚊子一样执着于吸我血的傅庭深，我决定出国旅游了。可有时候意外来的就是那样快。我这边刚下飞机，落地爱尔兰，好友安安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傅庭深死了，听说你要出国。这个深情哥立马追去了机场，结果在路上，我打断他的话，询问出声：路上出车祸了。安安鄙夷了一声：哪儿啊？因为有个拉车的老头蹭了他的车，他就下去跟人争论。那老头是个穷苦人，低三下四求原谅，傅庭深都没心软，直接动手打了人家老头。后来彻底将那老头逼急眼了，哭着直接拿刀把傅庭深捅死了。要我说呀，就是活该。
他傅庭深从小到大从来不知道尊重2个字怎么写，这也算他自作自受。我听了唏嘘不已，就说追我的路上都能分心吵架，去挑别人的刺，他不见谁见等等。突然想起傅庭深的遗嘱好像还没撤回销毁，这是不是意味着还有效？我靠，还真是。琳琳，你真是什么也没干，还把渣男的遗产拿到手了，老天真是开了大眼了。我点头，谁说不是呢？今年我结束了糟糕的婚姻，抛弃了背叛的丈夫，开始了我的环球旅行，而傅庭深也终于在1年内失去了他的2个挚爱，一个是钱，一个是命。就是说，要是从一开始就没那么贪婪多好，在感情中既要又要，最终人生也会什么都失去。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